话说最开始强子和搭档一起开车上路时，两人还不敢开得太快，他们要先去加油站加油。要知道这可是一辆超跑，耗油量可不容小觑，一脚油门下去说不定30块就没了。趁着说话的功夫，他们很快就到了加油站。这要是把油箱加满，不知道得多少个 W。经过将近1分钟的等待，油箱总算是装满了。接下来强子终于能放心的踩油门，只不过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一旁的搭档可受不了这么早。刚才要不是搭档的制止，车子说不定就失控了。但因为还没有体验到推背感就被同伴制止了，所以强子并不死心。他提醒同伴做好心理准备，然后又猛地踩下油门。由于路上情况复杂，他不敢开得太快，也只是浅浅地尝试了一下。接着强子左找右找，总算是发现了一条没人的小路，在这里终于能放心地开了。这来回的2趟让强子非常过瘾，但是却有点不适应，因为这辆 R8的操控手感和之前的兰博基尼相差太大，再加上车子有些毛病没有彻底解决，所以下一步就是对细节进行调整。他进到车内之后，拧掉中控台上固定的螺丝，然后拆掉上面的零件，从里面取出一个小方块。这里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，但是感觉应该很重要。强子把它送到经销商处维修，在等待的同时，他打算对车身套件进行抛光处理。于是，在返回的路上，顺便去了一趟商店买了不同型号的砂纸。回到车库后，就开始了打磨。他先用粗砂纸结合肥皂水，对表面进行初步处理，完成后再用肥皂水清理表面。等到彻底擦干后，强子拿出一管类似胶水的东西，均匀地点在翼子板上。这里有人知道他用的什么东西吗？可以打在评论区里。接着他拿出砂轮，再对表面进行细磨。我原本以为它是羊毛的，现在看来是我错了。这个砂轮在翼子板上摩擦了一会儿，表面就出现了大量粉末，看来它还是有一定的杀伤力的。现在翼子板已经初步处理完成，看起来比之前光滑了许多。不过这还没完，为了使最后的效果更好，强子裁剪出了一张塑料膜，再往上面喷上胶水，然后就像给手机贴膜一样，一点点的把里面的空气排出，最后用抹布简单一擦，车子直接就变成了墨砂黑。别看强子现在非常激动，但现在的他绝对想不到，等撕膜的时候他会有多狼狈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。接着强子又拿出一个包裹，这里面装的是2个碳纤维通风口，把它装在车上简直就是点睛之笔，让车子看起来也更具侵略性。强子把奥迪 R8 开到外面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车子的问题也全都暴露出来。最明显的就是车身，各个地方明显配色不统一，让人感觉很难看。这个男人太倒霉了，刚给奥迪 R8 喷上黑漆，结果在撕膜时就被破坏了，这下又得从头来过。其实强子原本是想把车子表面变成哑光漆的，之前给翼子板贴了隐形车衣之后，经过1晚上的风干，发现上面多出了很多气泡，而且边缘还有一些褶皱。他觉得这个效果太差了，没有专业的师傅来做根本行不通，于是他要把这层膜撕掉，重新做回原本的亮漆。截止到现在一切都还正常，但接下来的一幕就让强子傻眼了。只见他取掉翼子板附近的零件，然后拿出之前的蒸汽喷枪，慢慢的对表面进行加热。刚开始的时候还很顺利，但不一会儿强子便没了耐心，几个大力撕扯下来，车上原本的漆直接被粘掉了。这下算是倒了大霉，要重新进行喷漆，眼看已经不能补救了。强子索性直接放弃挣扎，一把就撕掉了剩下的膜。由于这里需要重新喷漆非常麻烦，所以他暂时先搁置，把重点转移到旁边的车门，对上面进行了初步的打磨，然后给表面涂上研磨膏，再拿出羊毛砂轮打散，最后给上面打一层蜡，这个车门就焕然一新了。此刻强子的内心还是很偏向隐形车衣的，认为这样既能保护车漆，还会让车子看起来更酷。殊不知这么做虽然好，但是对操作环境和技术的要求非常高，像强子这种半吊子根本不行。不过谁让他不听劝呢？只见他和老丈人一起操作，给刚打上蜡的车门贴上了隐形车衣。可惜的是效果并不好，表面有很多肉眼可见的气泡。强子想把它放在太阳下晒一晒，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让里面的气体自己跑出来。我觉得他真是太天真了，这样如果能成功的话，那么人家专业的师傅就没饭吃了。就这还不算完，他继续来到车库，要把前机盖给贴上隐形车衣。两人先对表面进行清洗，这种清洁工作强子最在行，毕竟之前修车的时候，一辆车得洗好几遍才行。这次的流程跟刚才差不多，照例是打磨上蜡。由于前面的面积较大，所以他和搭档加上老丈人3人合作，才贴上这个隐形车衣。这次的效果看起来蛮不错的，比那个侧门要强上许多，至少表面没有气泡。不过他高兴的有点早，经过1晚上的等待之后，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意外了，上面的膜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紧缩，这个现象在边缘尤其明显，甚至出现了很多褶皱。看来这次算是彻底翻车了，强子也放弃了给28贴隐形车衣的想法。
决定还是回归正常比较好。确定了思路之后，他拿起蒸汽喷枪又是一顿操作。一开始还算顺利，车门上并没后出现漆面损伤，但机盖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经过两人的一番忙活，前面的2个角的油漆成功脱落，而且上面还有零星的小粘点。这次看来是损失大了。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后，现在懊悔也来不及了，所以他也不含糊，直接开始打磨。为了降低后面的工作量，他只对漆面有问题的地方喷漆，不会再把它们都拆掉送到车间。打磨好后用胶带贴住。超跑奥迪 R8 的翻新终于完成，这低调的黑色没有男人会不喜欢。话说这个翻修的过程真是一波三折，上级掉漆的地方底漆风干后，强子把上面的遮盖都撕掉，然后和搭档一起把机盖打磨了。这部分完成后又处理了一字板，他们把这些全部都拆出来抬到外面。原本2人说好不去喷漆车间，就在外面随便搞一下就行，但是最后强子还是心软了，觉得不能这么敷衍，于是就把2个套件都装到了车上，拉着他们来到了喷漆房。强子先对表面进行清理，然后倒出一罐子黑漆，对着零件就是一顿狂喷。完事之后调了一罐清漆，喷到表面增加光泽度。不得不说他的技术确实有长进，我们明显能看到动作更加熟练了。等到这些零件都风干后，他带着零件回到了车库，这次打算先从中网开始。强子和搭档2人一阵忙活，把所有零件都组装在了一起，接着又拿出一个包裹，里面装的是一个碳纤维前铲，看起来非常炫酷。2人把这些都组装到一起后，就装到了奥迪上。这个中网就像车子的脸，一装上去气质立刻提升不少。接下来就是安装其他车身套件。差不多组装完成后，强子简单的清洗了一下表面，现在它看起来总算有了超跑的样子。前端的部分完成后，强子接下来的打算是先处理内部，最后处理车尾。之前送去经销商那里翻新的安全带和那块 SRS 模块现在到货了。他取出零件后来到车内，把中控吸数拆开装上模块，完成后又把椅子拉过去，安装上修好的安全带。功能这方面的问题就算解决了。接下来是车门的内饰，强子搬出之前淘到的旧车门，上面内饰板等零件都还能用，可以全拆下来转移到现在的门上。不过有一点很麻烦，就是上面的零件和线路太多了。他和搭档2个人忙活了将近1下午，才搞定了一侧的车门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，这辆车差不多被分成了2半，前面就和新的一样，而后面则全是乱七八糟的零件。不过不用担心，2人对车门进行了打磨抛光后，就开始安装车尾的套件了。强子从角落里找出那个碳纤维尾翼，放上去比对，发现尺寸刚刚好，接着又拿出其他零件来，一点点的进行组装。完成后从上到下进行安装，2人合作效率很高，不一会儿这辆 R8 就完成了。从后面看着非常酷，但是修复过程还没有结束。外表虽然没什么问题了，可里面还有零件没有安装。由于侧裙上的零件很难找，所以强子只能对原本的进行改造。他用不同的工具操作，尽可能的把侧裙掰直，最后补上其他的零件。这辆车就算彻底完成了。接着强子把车开到外面，拿出吸尘器对内部进行清洗。你要是说其他技术活强子不专业，那我还可以接受，但你要说他不会洗车，我可就不同意了。强子的洗车技术堪称一流，他一般会先用水冲洗一遍，然后打上一层泡沫，后面再对表面进行冲洗，完事儿后用抹布擦干，这辆车就变得焕然一新了。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奥迪 R8，强子反而没有了去狂飙的欲望，而是开着它去野外游玩，躺在车边享受这一静谧的时刻。